阿叔啊，阿叔上前好帅，足够操，心中只会努力的。谁人愿爱凄厉鬼新娘？陪伴女鬼，深宵偷快月光。 怀孕的女人被前夫狠心抛弃，为了报复，她在前夫结婚当天穿红衣服上吊自杀，目的就是化作厉鬼报复。在当地有个说法，由于上吊的煞气太重，需要法师举行送煞仪式，将上吊用的绳子送入海口，寓意着从物理上切断亡魂与生者世界的联系，避免厄运蔓延。可这过程也有诸多禁忌，最忌讳的一条就是中途闯入送煞队伍，如果闯入者不跟完全成，必将厄运缠身。 毫不知情的阿伟还在和骗来的外地新娘举行着婚礼，只有清醒的老舅提醒他，隔壁正在举行送煞仪式，你这个不知道敬畏的后生，却在这里举行婚礼。外地新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送煞，阿伟只能糊弄冬梅，告诉他只是当地的民俗仪式。老舅想要用自己耍酒疯来阻止婚礼，却被亲朋好友阻拦。就在此时，冬梅突然发现婚纱上多出一点血迹，她以为是红酒，并未在意。 可他没有注意到，远处正有一个红色身影正在注视着他。阿伟表示他要送老舅去医院醒酒，让冬梅在原地等他回来。可冬梅却想用导航自己回家。可他刚穿过小巷，就撞进了当地人最忌讳的送煞队伍。大家好，你唔知今日上耍，不得划准。我不是这里的人，我只是想回家。佳佳，一旦进入上耍队伍，不得擅自离开，一定要专程对他耍，无食耍去付掉在身。 由于语言不通，冬梅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。冬梅见状，转身就走。可在半路上，红衣女人再次出现，直接掐住了她的脖子。等冬梅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到了浴室里。阿伟告诉她，是自己在路边把她救回来的。起初，冬梅以为是自己和断片了，并未在意。与此同时，送煞队伍也完成了仪式，将上吊绳丢入大海。可法师不知道的是，他送的煞已经跟着冬梅回了家。冬梅发现婚纱上的红色面积居然变得越来越大，她尝试了各种办法也清洗不掉，无奈之下只能拿到干洗店。可干洗店老板却有事外出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冬梅再次遇到昨晚的法师。你上山中途离去，触觉禁忌，煞气附在你身上，你身上这煞气要赶紧化解，无食。 带药啉掉，想什么东西？还是因为语言不通，冬梅根本不知道法师在说什么。此时冬梅也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于是便将自己昨晚的经历告诉了丈夫。我昨天回来的时候遇到一个奇怪的队伍，他们说那是送煞。不就是在办丧事吗？然后我又看到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人在跟着我。阿伟听完后心里咯噔一声，可他还是强装镇定，安慰妻子。昨天明明就是你喝醉。 好了，乖在家。随后，冬梅在打扫卫生时发现，堵住下水道的头发里居然有一个别的女人留下的耳坠。等阿伟下班后，冬梅就开始质问他。我在浴缸找到这个。阿伟却满不在乎地说这是前女友的。冬梅也没有继续胡搅蛮缠，因为谁还没有个过去。然后阿伟就随手把耳坠丢进了垃圾桶。殊不知他的这一举动彻底惹怒了他所谓的前女友。次日，冬梅感觉肚子不舒服，就来医院检查，结果医生告诉他们冬梅怀孕了。 此时，阿伟的表情先是恐惧诧异，然后是强颜欢笑，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回家以后，当晚冬梅就做了一个噩梦，在梦中，她和阿伟决定打掉这个孩子。可在手术快开始的时候，阿伟迟迟没有赶到。就在他被推上手术台的时候，猛然惊醒，可他的床上竟然真的跟手术台一样满是鲜血。冬梅害怕极了，想要逃走，可卧室门却怎么也打不开。 就在此时，阿伟下班回家，刚刚似乎什么也没发生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只见冬梅再次穿上那件婚纱，在梳妆台前化妆。阿伟上来打招呼，可冬梅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老公，死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来看我？阿伟大惊失色，脸都被吓得变了颜色。看向镜子里的冬梅，已经变成了另一个女人的模样。就在阿伟快被吓尿的时候，冬梅一阵咳嗽，恢复了正常。你到底干嘛？ 第二天，阿伟跟没事人一样去上班，可冬梅却发现了不对劲，那件婚纱红色面积居然越来越大。于是他便找到了那天见到的法师。法师从婚纱里找到一个吊坠，居然跟阿伟丢掉的一模一样。这个耳环是死者的遗物，那天你闯入送煞队伍，就是要送他的。由于这次法师说的是普通话，所以两人能正常交流。上礼拜，这个镇上来了个外地女孩子，穿红色的衣服上吊自杀。她母亲特地从台北跑来看我，跟我说
他女儿死前打电话给他，跟他说死也要死在前夫家。前夫？冬梅不由得想到，那个前夫很有可能是自己丈夫。法师知道冬梅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，于是就把自己的五雷令送给她保命，然后给了她一沓符纸，让她回家后封住门窗。今晚法师要再次送煞，消除这段孽缘。此时煞气的载体就是这件婚纱。法师先是施法将红衣女鬼束缚在婚纱内，然后带着浩浩荡荡的送煞队伍赶往海边。与此同时，阿伟下班回家后看到符纸大吃一惊，冬梅质问他为什么要骗自己，明明是前妻告诉自己是前女友。阿伟知道自己瞒不下去了，就说出了实话，原来他的前妻是老板的女儿，自己一直在吃软饭。阿伟实在受不了前妻的强势，就偷偷和冬梅交往，可很快就被前妻发现。冬梅也大吃一惊，原来自己是个小三。阿伟决定离婚和冬梅在一起，可前妻却以死相逼，最终阿伟还是将她无情抛弃。另一边送煞队伍已经来到了海边，可婚纱中的煞气越来越重，眼看就要压不住，果然冬梅再次被上身。不要忘了，吃的用的都是我买的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！准备操了。法师知道再不处理掉煞气，冬梅就有危险。他急忙拿来火把，想要直接烧毁婚纱。红衣女鬼知道这是自己报仇的最后机会，直接现身要带走阿伟。冬梅心一软，不想自己的孩子没有父亲，于是便用法师给他保命的五雷令救下了阿伟。可冬梅却从他的眼中看到了另一个真相，原来当时他已经怀有身孕，带着未出生的孩子一起死，是一件多么绝望的事情。另一边的法师也成功将煞气消除，本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，可不久后，一个富婆，正是红衣女鬼的母亲，拿着一张彩钞来到了道观。我今日是挑工按台北落来的，我查某囝是有死得自杀的，这也都要伤心。10月怀胎的冬梅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可她还是决定和阿伟离婚。我以后可以常来看孩子吗？就在阿伟离开的时候，他的腿突然瘸了，这或许就是他的报应。到这里，影片结束。本片以我国台湾省独特民俗传说为恐怖基底，氛围感压抑写实。新婚新娘误闯送煞队伍，无端沾染红衣女鬼怨气，怪事接连上门。真相揭开，厉鬼是男主被抛弃、含恨上吊的前妻，腹中阴灵怨气难消。法师能借仪式镇压煞气，却化解不了感情里的亏欠与冷漠。影片借鬼神复仇讲人性，民俗禁忌是对亡魂的敬畏。真正的灾祸源于男人的逃避与薄情，鬼怪只是执念外化，人心的亏欠终究无处可逃。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